这一期我们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啊。比如说现在小孩儿吧，比如说我家里小孩4岁多嘛，他这个年龄可能正是对什么事情都比较好奇的时候。然后尤其是对于手机啊，尤其小孩儿，他在他3岁多的时候，他就对手机就有明显的好奇了，他就想看手机。那这好多家庭呢，他就孩子想看手机的时候，然后父母啊，就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比较抵触啊，直接就说啊你不可以玩手机啊，眼睛会瞎掉的。啊，或者说小孩玩什么手机啊，或者说你干个别的去，别玩手机了，对吧？一般父母可能都会这么反应，就是简单粗暴的去阻止孩子去玩手机。不过这个可能就会引起孩子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他正在这个年龄，他就是好奇心特别重的时候啊。你越不让他玩，他可能对东西越好奇啊，他就会更加渴望的去拿到手机啊。也可能会就是他一旦要是拿到手机，他可能报复性的去看手机，就是难以控制自己。他这个年龄他是很难去控制自己的一些行为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他下次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机，然后也产生了一种怎么说逆反心理吧，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他的经历来讲啊，那父母不让我看，哎，但是我看了手机以后，确实里面有好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看呢？然后他和父母之间这种对立就产生了，这种隔阂也产生了。对于父母来说，哎，你越不让他看，他越要看，你越来越生气，而你这个情节也种下了。你就老觉得孩子不听话，对吧？这我们一般父母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他要看手机，孩子就说那就要用条件去交换啊。我总结就是用条件交换，就是你把作业写完了再让你玩手机啊，或者是你去干个什么家务再让你玩手机啊，或者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我再让你玩手机。表现好的情况下给孩子玩手机，这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就是只要表现好，那我就可以玩手机，那他就不会表里如一的去在生活中去生活了，他就会表演给父母看，哎，他就会说白了就虚伪一点啊，他在父母面前表现的好一点，但是父母不在了，那他就完全放任自我了，对不对？想要玩手机，你就要表现好嘛，这种想法也可能导致他们对手机这种产生过度依赖，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对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吧，我有个朋友，因为都是同年龄的，但是他孩子他结婚早，他们的孩子比我大啊，现在应该已经是上4、5年级了。他就跟我说，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到4、5年级，四五年级大概也就8岁了吧，说是他从来不让孩子玩手机，就不让孩子碰那个手机啊，只要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孩子要碰手机，然后就揍他。哎呀，我一听这种我就特别震惊，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呢，对吧？你在家不让他玩手机，意味着他在学校他能不玩手机吗？对吧？他能不玩同学手机吗？那他一旦拿到手机会，他以后他的那种会如饥似渴的去玩手机。你越不让玩，我越玩，这种逆反心理会特别强，那反而就是害了孩子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可能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好啊，因为他觉得你在阻止他干一件能够享受乐趣的事情，这个对他来说，这种伤害是致命的。况且现在这种社会，就现在这种社会，你看随着这种 AI 的崛起，那以后你是不可能说不利用 AI 的。你不让孩子玩手机，你意味着你就让他和现代社会就是彻底断舍离，这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了，对吧？所以从我的来说，我心里第一是，我根本不反对孩子玩手机的啊，孩子喜欢玩手机，他喜欢看手机，我就会给他看啊，我就会让他去玩，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因为我认为手机也好，AI 也好，对小孩来说也是都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他了解事物、探索世界的一个工具。你为什么要阻止他呢？因为我们可能作为70后啊，或者是80后啊，甚至90后啊，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想玩游戏啊，可能就得到了父母极大的压制啊，但是那时候其实有错误观念的，所以导致我们种下一种思维，就是孩子要玩手机、要玩游戏、要玩电脑啊，怕他会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电脑，然后就坚决不让他玩。但是这种想法是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孩子不要沉迷于手机，怎么样让孩子不要沉迷于游戏、电脑，怎么样让他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时间，能够自己怎么说呢，合理的去玩游戏也好，合理的用手机也好，而不是说坚决不让他玩。这是两个问题，这是两个天壤之别的问题。那我说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对孩子这个他玩手机的一些事情吧。就是首先我绝对不会阻止孩子去玩手机啊，我会引导他。
首先，比如说孩子要玩手机，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他要玩手机，我当时我也纠结过，但是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就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了啊，我就制定了我自己的一套思路啊，我这个思路分享出来，也供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不管是什么事情啊，我在以前一些讲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里面我讲过，就不管你孩子遇到什么问题，首先第一条是肯定他，就是你让他觉得，我反复重复这句话，你让孩子要觉得你和他始终是站到一条战线上的，你们是一起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而不是解决他、面对他的。你不要把他推到一个你的对立面去和他斗争啊！你们要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一起要解决他遇到的成长中的问题的。这样他和你不会离心离德，他和你不会有隔阂，他和你不会形成对立，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先肯定。但是具体怎么肯定呢？那你就说啊，儿子，你想，比如说我们孩子，他要问我玩手机，我说那你想拿手机干嘛呀？然后他就说，我想了解一个什么，我想看一个什么样的动画片，或者是我想看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第一步我说啊，那好呀，那好呀，我说那爸爸陪你一起看啊，你想看什么，爸爸给你找。你看，第一步我先通过肯定的方式，让他不会有什么任何抵触的心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啥呢？我陪他一起看啊，尤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当然你要是说可能你刚开始一直处在对抗的状态，你突然这样转变是很难的啊，你需要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旦说通了以后就好办了，解决办法就好找了。就是第一步，我先肯定；第二步，我陪伴他，陪伴他。比如说，他想看一个什么样的动画片呀，包括什么样的机器，他喜欢什么汽车呀，什么机器人啊，包括喜欢什么那个什么核辐射标志啊什么的，反正稀奇古怪的东西吧。我就会耐着性子陪他一起看啊，陪他一起看，包括给他讲啊，包括给他引导很多东西。看完以后，这个他心里面已经对你没有任何戒心了，他觉得你是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啊。包括很多时候我会，后来吧，我就会告诉他怎么用 AI，比如说用豆包啊，包括用那个GPT 啊，对吧？我尤其他用豆包多一点，那个豆包不是可以打电话吗？然后我就会拨通豆包，然后让他和豆包去对话，对吧？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提出一些问题，他比如说他问的那些问题，我们听着很幼稚，但是也很奇怪啊。他说不是机器人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呀？然后他还问这个核辐射标志是什么呀？什么是核辐射呀？然后这太阳会不会把人晒死啊？他问的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很搞笑啊。我很鼓励他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去探寻世界。但是我们回到主题啊，就是第一步肯定，第二步陪伴啊，第三步就是警示，一定不能把警示放到前面。就是等他对你放下完全的戒心以后，他觉得你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时候，你要给他警示。你说儿子，这个我们可以玩手机，但是长时间玩手机其实对人体是有伤害的，对眼睛，尤其你作为小孩子来说，这个你发育还不成熟，你要长时间看手机的话，然后你眼睛就会受到伤害，就会瞎了，可能时间看的长了就会瞎了。然后我就会带他带手机，我说你看我们在手机上找一些你小孩看视频看时间长眼睛瞎了的视频，我带他去看，哎，他看完以后他就没有那么抵触情绪了。啊，他甚至会主动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了，那以后看手机我不能看时间太长了，看太长了，然后眼睛就瞎了，瞎了以后就再也见不着爸爸妈妈了。”然后有一次他路过那个，我接他去幼儿园，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那个有一个视力矫正，就儿童视力矫正，正好就在他上学的路上就遇到，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你看，好多这个比你大的小哥哥小姐姐，到7、8岁、8、9岁的时候，他们眼睛就视力就下降的特别厉害，还得戴大眼镜儿，然后就需要在这里做视力矫正，非常麻烦。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你就不能再看手机了啊。然后让他真正了解他，如果是说他一味的去长时间看手机啊，他放任自己的这种造成的后果啊和恶果和他自己是直接相关的，让他了解这些，这是警示啊。通过警示，然后让他就建立一种底线思维了，他知道自己做到什么样程度是不可以的。但是小孩吧，他自制力没有那么强，这种警示他不是说一次就能形成效果的，你要进行反复多次啊，至少个5、6、7、8次，他慢慢才会建立成这种思维来。到后来，比如说我孩子，他就会主动跟我讲啊，他是看手机看一段时间啊，当然我也会暗中观察他，我并不是完全放任他，我会过程中提醒他，但是我不会说这苛责他、指责他啊。但是他后来他会主动跟我说，他就说爸爸我不看了啊，那个我看时间太长了，会对眼睛有害的。我说对呀，那你就去玩会玩具啊，或者是去看看窗外的景色，对吧？我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潜移默化的给他灌输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制定一个规则
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效果，我通过我前面说的效果非常好，其实就是我认为把这个规则已经融入生活了。但是如果要是不行，你要制定一个规则，制定一个什么规则？就是比如说，哎，和他一起讨论啊，比如说儿子，你看我们要看，我们也可以看手机，可以看电脑，可以看啥，但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规则，不能长时间去看手机。比如说我们一天只能看多少次，对吧？看多长时一次只能看多长时间，你自己来说。啊，你自己来说时间，你自己来说次数，然后我跟他有一个商量博弈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商量博弈的过程，我们定下来一个规则。比如说，那如果你要是看的超过了这些时间，那怎么办？对吧？就是让他有一个自我约束力，让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做主，而不是需要爸爸妈妈为他做主。通过这样，我们把这个规则制定下来啊，制定下来以后，然后如果他下次要是说，比如说看手机看时间太长了，你就可以说，哎，儿子，你看我们上次定的规则，你把这个规则可以把它打印到一张纸上，然后放到，比如放到一个墙上，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对吧？当然，比如说孩子小的话，他可能不认字，不认字，你可以通过画图的方式啊，画图的方式去给他把这个问题这说清楚，然后给他贴到墙上。但是我们孩子吧，因为我从小就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了，所以说他现在完全不需要规则，因为他看手机看一会儿，他就会主动把手机交给我了。他说爸爸我不看了啊，他大概一次也就看个半个小时吧，最多半个小时。但是中间我会提醒他，我说儿子，你看手机的时候，你看一会儿你要抬起眼睛来休息，让眼睛休息一下，不要让眼睛这个长时间的去注视一个屏幕，然后那你的眼睛就会那个变形了，就会变近视了。哎，他后来还主动问我，那爸爸，那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结构呀？为什么长时间看手机它就会近视啊？他会主动问我，其实我好多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我说那没关系啊，咱们看手机，咱们都问那个机器人啊，我就把豆包打开，让他去问豆包。哎，豆包解释的非常好，哎，反而这种促进了他去学习，包括探索，包括他自己的兴趣。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可能有些时候啊，可能孩子可能稍微大一点啊，或者什么情况，那需要给他制定规则。如果是说他不能遵守规则的情况，你要给他一定的警示和惩罚。比如说，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我讲过，我也会揍他的啊，我也会像我儿子，我也会揍他。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揍孩子啊，但是揍孩子那有揍孩子的一套学问啊。我之前有一些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什么情况下我会去揍他，因为小孩吧，他有时候他自制力也差，他有时候免不了去发泄一些脾气啊，什么东西的。那有些办法你是可以通过前期引导呀，包括陪伴呀，包括这些东西去解决的。当然有些问题啊，我们适当的还是要进行一些辅助一些这个惩罚啊。但是惩罚这个绝对不是主要的教育方式，这个在里面比重一定压缩到5%可能都不到。就比如说我和我们孩子之间吧，我很少会对他进行这种打呀、骂呀、苛责呀，更多的是要用肯定的语气去和他说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有时间的话，去多陪伴他。比如说多陪伴他，我前段时间他和我在身边，前段时间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陪他一起去玩那个去拼积木啊。小的时候我就陪他一起拼积木啊，他自己也喜欢拼。到后来他就慢慢自己拼个人荣耀东西，拼的也挺好。然后他也会主动叫我，哎，爸爸咱们一起拼吧。就是这个父子关系也比较融洽啊。他也会遇上问题的时候，他会想着找你来帮助啊，找你来给他提供帮助。这个我认为对于这种长期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中国啊，我一直说这种父子关系的相处上面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传统的教育里面，可能父母也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可能也有时候就是偷懒了，也就是过多的没有把陪伴孩子这个问题提到一个高度上，来考虑问题。当他比如说你陪他一起去你一起去拼个积木呀，或者一起陪他去跑步呀，或者一起陪他去骑自行车呀，通过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来，就是转移孩子对于这种手机的注意力啊，对于某一件事情，不管手机了，电视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包括比如说玩积木，也不能让他玩太长时间，对吧？就是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嘛。就是让他认识到，就生活中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啊，不要让他过度的在一件事情上沉迷，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也通过这样一套方法呢，我认为孩子就能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养成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自己去把控自己的人生，掌握自己的人生，包括就是控制手机，而不是让手机控制他啊，包括控制电视，而不是让电视控制他。他可以控制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让这些问题左右，或者说不让一些过度的情绪去摆弄他啊，让一些过度的情绪引导他，而是他自己能够把控情绪。好，那今天这个就分享一个小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父母面对这种孩子这种玩手机啊，其实大部分家长是比较困扰的。我认为在孩子在3岁啊，就是以我们孩子来说，就在2岁3岁时候，像这样的正向教育、正面管教、正向教育，其实就可以潜移默化的融入到生活中开始了。
但是如果一旦你小时候对他实行的都是共霸教育、高压教育，他和你的关系非常紧张。一旦到他，我认为孩子一旦到了6岁，他一旦上了小学以后，他有自己的圈子以后，你很难和他进行再交流、再沟通了。这个是非常难的，你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啊。但是不管你付出多大的努力吧，你付出多大的努力，在现在来说，你只要愿意改变，你付出的都是最小的努力。所以说，做一个积极的父母非常重要。如果你对孩子小的时候你放任不管啊，不在于这些细节的这种上面的这些培养，那一旦他长大以后，他到6岁以后，我认为是一个坎，因为他6岁以后上小学，他有自己圈子了，他未必就听你话了，而且他从小从你这儿得到的都是各种苛责、各种压制、各种对立、各种斗争，包括就是各种虚伪的东西，比如说啊，那你告诉他，那你表现好，我就让你看手机，对吧？那他在面前他就按你的标准来给你表现好，对不对？但是他出了外面又是另一副模样。这个其实对他的人生种下非常不好的，这个一些恶果。长大以后他就会特别纠结，他到底生活是应该活给自己看还是活给别人看？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上不就有这种烙印吗？尤其是好多女孩啊，其实都能感觉出来，那她不知道她的生活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给自己看，很纠结。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小时候别人对你有一个标准啊，这个父母老想让你按照他的标准去生活啊。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就特别累啊，老在这个问题上面很纠结。一旦到了青春期，你到了就13岁啊，13岁以后，他这个身体的结构发生一些变化了，对吧？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认知已经建立起来了啊，似是而非的认知建立起来了，他可能完全听不进去你说话了，已经完全跟你决裂了。其实好多父子关系啊，尤其父子关系，我认为可能女孩啊和父亲之间，女孩和母亲之间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她毕竟女人嘛，她这个情感细腻一点，可能沟通啊各方面还很好。男的嘛，男孩一旦到了13岁以后啊，他这个就有可能就完全不和你沟通了，因为他从你这儿得到的都不是什么正向的东西啊，都不是什么得不到你的支持，那他长大以后他就只能远离你，离父母越来越远。嗯，好，那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这个交流啊，分享和交流。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然后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好，拜拜。